最近日本经济被很多人唱衰，不仅汇率暴跌，而且有很多国外资本趁机收割日本的优质资产。这次连日本的知名巨头东芝也不例外。6月份，东芝被传出即将被私有化的消息，而收购东芝的有黑石集团、贝恩资本、KKR 等国际资本巨头，其中大部分是美国机构。实际上，这不是东芝第一次被美国资本盯上了。早在2018年，他们就拿下了东芝存储芯片业务的60%的股权，而这一次更是要将东芝剩下的部分也私有化。如果成功，那么日本的这家民族企业就将成为老美的私有财产。那么问题来了，老美的资本为什么会盯上东芝呢？东芝会同意被私有化吗？中国企业是否有机会分一杯羹呢？说到东芝，这家创立已经近100年的公司，可以说是日本的民族企业，尤其是半导体行业的象征，是日本半导体辉煌与衰退的缩影。1939年，东芝由2家创立于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知名电器公司东京电器和织布制作所合并而来。在随后的日子里，东芝一直在电子行业不断发展，并开创了许多个日本第一乃至世界第一。1942年，东芝制造出日本首部雷达。1959年，东芝研制出日本首台晶体管电视机以及首台微波炉。1971年，东芝创造了世界首部彩色可视电话。1986年，东芝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笔记本电脑。除了家电行业，东芝在半导体上的辉煌更大，甚至一度将老美摁在地上摩擦。1972年，东芝紧跟着英特尔之后，推出了自家的 DRAM 存储芯片。1976年，由日本政府牵头，出资320亿日元，东芝联合银行以及日立、三菱、NEC 等4家公司筹集了400亿日元，共同成立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对后来日本半导体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到了1980年，东芝的 DRAM 良品率达到了80%以上，超过了美国公司的50%。从这个时候起日本半导体在东芝的带领下，以技术和成本的双重优势席卷全球市场。1986年，东芝1兆 DRAM 高端存储芯片的产能达到了每月100万片。同年，日本的 DRAM 市场份额达到了80%以上，将老美芯片巨头英特尔挤下了神坛。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英特尔最初做的就是 DRAM 起家的，但是从1980年代开始，在东芝等日企的冲击下节节败退，连续6个季度亏损，被迫关闭了7座工厂。东芝还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块闪存芯片，包括 NOR 以及 NAND 2种技术路线。现今世界上使用的固态硬盘技术都是由此而来的，是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可以说老美的芯片巨头就是拍马也赶不上。最后，英特尔无奈退出了 DRAM， 转型做 CPU， 结果因祸得福，拿下了 CPU 第一大厂的称号。而东芝就是日本半导体的领头羊，在它的身后还有日本电器、索尼等企业。从1985年开始，日本半导体的产值连续多年占据世界第一，这也让老美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于是东芝就被盯上了，开始了盛极而衰的几十年。1987年，东芝被其合作企业举报，东芝旗下的东芝机械违反了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协议，向苏联出口了数台高端精密机床。事件的爆出在日美两国引起了轰动，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亲自向美国道歉，东芝董事长和总经理被迫引咎辞职。但是老美怎么可能轻易放过东芝呢？他们立马抓住机会，先是以威胁国家安全为借口，开始对东芝进行打压，取消了东芝150亿日元的计算机采购订单，禁止东芝产品出口到美国。紧接着是舆论攻势，3名共和党议员在国会大厦前象征性的用大锤砸毁了一台东芝 RT6016型收音机，暗示民众都是因为他们抄袭才导致老美企业倒闭，工作岗位减少，以表示对东芝公司的抗议。然后美国再用一套组合拳彻底打击了日本半导体产业。1987年4月，美国对日本3.3亿美元存储器加征100%的惩罚性关税。东芝事件后，日本自知理亏，被迫达成协议，加入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美日双方共同开发新一代的 FSX 战斗机。其实协议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美国有权得到所有技术，美国借此打开了获得日本技术的渠道。要知道，当时日本的研发机制相当完善，遵循预研一代、研发一代、商用一代的研发逻辑，有些技术比老美还超前。放开技术保密，相当于把这些技术拱手让人。但是这还没完，1989年，日本被迫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半导体保障协定，美国半导体必须在日
日本市场达到20%以上的份额。日本半导体的出售价格必须经过美国核算成本后才能出售，禁止以低价倾销，开放日本半导体产业的知识产权和专利等等。同时，美国又在国际上扶持韩国企业，来平衡日本在半导体市场的影响力。三星、海力士等现在的存储芯片大厂都是在这一时期诞生并崛起的。到了1996年，短短10年时间，日本半导体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就从67%下降到了不足30%。老美的打压让东芝伤筋动骨，在半导体行业寸步难行。为了生存，东芝被迫将战略中心转移，而这次转移差点要了东芝的命。2005年，东芝筹集41.6亿美元的巨额资本，从英国核燃料公司收购了老美西屋公司的77%的股权。要知道，西屋公司最开始出售时的估价只有20亿美元左右，东芝以2倍左右的溢价收购西屋公司，其实是在进行一场豪赌。当时，西屋公司掌握了 AP1000核电技术，在那时这是比较先进的第3代核电技术，客户包括老美和中国，尤其是中国，当时一次性就订购了4台 AP1000机组。东芝正是瞄准西屋的技术和市场优势，开出了让老美无法拒绝的价格。正当他们准备在核电市场上复制半导体奇迹时，又被老美坑了。先是老美供应商拉垮，生产的核电站主泵供应不上，导致中国4台 AP1000机组不断延期，中国取消了后续的订单，东芝也就失去了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核电市场。紧接着又是福岛核事故，全世界的核电站建设都进入了一个低谷期，西屋电气成了烫手山芋，陷入连年亏损的境地。这还不算完，因为当初美国担心东芝收购西屋，掌握核电技术存在风险，东芝做出了收购之后当个甩手掌柜的承诺，不干预西屋的经营。结果在2015年，西屋就给东芝捅出了个大娄子。西屋收购了美国 CBI 公司的核工程业务，结果被美国人给坑了，反倒背上了高达42亿美元的债务。东芝公司远在日本，结果却莫名其妙背上了老美这么大的一笔债务。西屋电气投资失败，东芝内部又爆出大雷。同样在2015年，东芝被查出连续7年进行财务造假。自2008年以来，东芝一直在伪造利润，总金额高达1700亿日元。消息传出来，东芝股价立刻暴跌，社长宣布辞职。人们这才发现东芝已经陷入了资不抵债的境地，之前只不过都是在粉饰太平。2016年，东芝资不抵债额高达5529亿日元，日本证监会甚至在考虑东芝股票退市的事宜。东芝不得不将旗下的业务拆分出售，进行自救。2016年3月，东芝将白色家电业务80.1%的股权以537亿日元的价格转让给美的，同时美的还将获得东芝品牌40年的全球授权，以及东芝在日本、东南亚和中国的渠道。2017年9月，东芝被迫将旗下最值钱的储存芯片业务以约180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贝恩资本牵头的财团。最后在2018年初，已经无力支撑的东芝将坑了母公司一把的西屋电气以46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专利运作公司 Brookfield。现如今的东芝已经从一个横跨白色家电、半导体、核电工程、电机等多个电子电器领域的巨头公司，衰落成了一个局限于电子设备、基础设施领域的企业。并且东芝近期愈发展露出日暮穷途的迹象。在2021年爆出官商勾结的丑闻后，东芝的高层就处在不断的动荡之中。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就更换了2任董事长，董事会的7名成员也变动了6名。最近，东芝更是在1年内提出了3份不同的改组计划，先是要1分为3，然后要1分为2。最新的董事会决议又否定了1分为2的计划，打算整体打包出售，种种乱象可见一斑。眼看着东芝这家100年企业正在走向被收购的宿命，众多的国际资本巨头都开始动了心。中国会参与其中吗？其实这场对东芝的收购盛宴，中国很难参与其中，也不必参与。原因有很多，首先就是中国企业参与收购东芝要面对很多的阻碍。这些阻碍不仅有来自日本政府的，还有来自美国的。在去年，《华尔街日报》就曾爆料过，日本经济产业省不惜与东芝高管以及2名董事会成员官商勾结，试图阻止外国投资者进入东芝董事会，拯救东芝被收购的命运。如果中国企业试图收购东芝，同样要面临日本政府的阻碍，而美国的阻碍则更难以对付。2017年，美国就叫停了中国对莱迪斯半导体的收购案；2018年，美国又否决了博通对高通的收购案。近年来，只要是中国企业在半导体领域的收购案，基本都会遭到美国的反对。
东芝相当一部分的股份掌握在美国资本手中，收购东芝必然要经过美国政府的审批，中国企业想要通过审查可以说是难上加难。其次就是收购东芝对打破美国半导体的封锁并没有太大的帮助。虽然东芝也有涉足部分半导体设备业务，但是我们半导体产业最急需的光刻机却主要掌握在欧美企业手中，比如荷兰的阿斯麦尔。收购东芝并不能帮助我们撕开美国半导体的封锁线，也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最后，其实东芝最大的半导体业务都集中在 NAND 闪存，也就是固态硬盘业务上，而在这一领域中，中国已经处于领先地位了。在 NAND 闪存领域，现在最先进的技术是 3D NAND 技术，像是堆叠积木一样，堆叠的层数越高，产品的性能就越先进。2020年4月，国内的长江存储就成功试产了128层的 NAND 闪存，在今年，长江存储又试产交付了192层的 NAND 闪存产品。作为对比，东芝现在量产的 NAND 闪存产品只有112层，162层的新产品还没下生产线。从技术水平上来说，我们的长江存储已经领先于东芝。2021年，长江存储的总营收增速达到了1031%，增长了10倍之多。按照这样的速度用不了几年，长江存储在 NAND 的市场份额就将赶上甚至超越东芝。中国的半导体产业正在飞速发展，花费近220亿美元的价格去收购技术上并不先进的东芝，只会阻碍我们的发展步伐。或许曾经的东芝值得我们去争取，但今时今日的中国已经不再渴求一个逐渐走向没落的东芝。好了，我是熊猫，我们下期见。